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相机已将近有200年的历史。从木箱相机到现在的数码相机，甚至连手机都能拍摄出照片。那么自从手机出现拍摄功能后，对于手机能否替代相机的议论没有停止过。那么到底手机和数码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差距有多大？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用镜头说故事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手机与数码相机所拍摄出来的照片差距有多大。现在的手机和数码相机都有传统相机没有的硬件，叫做 CMOS sensor。CMOS 是感光元件，它像传统相机的底片，类似我们人类的视网膜，它接受光来呈现我们所看到的画面。CMOS 的面积越大，进光量就越多，画面的质量就会越好。由于考量手机的便携性和轻薄性，手机上的 CMOS 体积受到了限制。目前市面上手机只做到了1英寸，接近2.5厘米。相比相机，它们的距离还是差很大。那么 CMOS 有差距的话，画面必然会受到不小的影响。但是有时候我们看照片却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差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在光线非常充足的情况下，拍摄单一场景时，我们用手机或者用相机所拍出来的画面，其实你很难看得出它的差别。但是在光线非常不充足的情况下，差距就出来了。特别是暗光和逆光的情况下，由于手机的 CMOS 太小，所以所拍摄出来的照片比较暗的地方会很多噪点。相比来说，相机所拍摄出来的画面就会比较少。但是现在手机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叫计算摄影，虽然通过算法能弥补很多不足之处，可是相机基于 CMOS 的优势下，在暗光所拍摄出来的画面能保留更多的细节，甚至通过后期修图等操作还能保持很好的画质。此外，相机还有 RAW 格式，它能保留原始画面所有的细节，给了我们很大的后期处理空间。接下来我会专门制作一期影片来和大家介绍这个格式。相机本身就能手动调节快门速度、光圈和光感，它能让我们依据不一样的情况和需求进行调节。而手机内置的相机功能全是自动化，它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不需要去思考调节参数。虽然现在的手机进步很明显，现在一些新手机已经有自主功能，或者利用第三方 APP 进行手动调节参数，但是手机的景深效果却和相机有着不小的差距。由于手机的镜头和 CMOS 距离很小，所以景深效果受到了限制，它很难像相机所拍摄出来的那种自然背景虚化的效果。那么什么是景深效果呢？简单来说，拍摄时只有被准确 focus 到的部分比较清晰，而以外的所有范围都会显得模糊，而这段清晰的范围就叫做景深。手机拍摄比较近的物体虚化能力和相机差别不大，但是手机拍摄超过 1.5 米以外的物体，和相机相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和一个地。从上面2个场景你就能看出来景深的控制，手机和相机所拍摄出来的画面差异很大，因为相机是利用光学原理来形成好看且自然的背景虚化效果，而手机因为硬体的限制，它只能通过演算法来协助形成背景虚化，所以看起来违和感十分强烈，显得不自然。除了手动调节和景深效果，手机与相机的远距离长焦拍摄差别也很大。我们经常看到的专业相机长焦镜头，它们采用的是光学边焦，因为它们局限于光学原理以及高速马达等配件，所以长焦镜头的体积都很大，我们称它们为大炮。如果手机采用伸缩式的镜头来达到长焦的效果，它的重量和厚度
会让我们难以接受，所以手机主要采用的是混合变焦，它是通过算法来进行2次裁剪和放大来实现。这种混合变焦拍摄距离越远的话，画质就会越差，甚至没有实用价值。所以手机在狭小的空间，就好像在贝壳里开工厂。手机的硬件弱于相机很多倍，甚至没得比，所以算法成了手机摄影的一个突破点。如果要在细节上相比，差距一定很明显，因为手机摄影的方向是方便。就拿我们常见的 HDR 来说， HDR 就是一次过拍摄好几张不同曝光的照片，然后通过算法合成为一张，然后你会得到亮的地方足够亮，暗的地方你可以看到物体的轮廓和深度，而不是一团黑。对于相机来说，我们需要在定点位置，在不能移动的情况下拍摄多张不同曝光的照片，然后通过后期在电脑上合成，才能达到这个效果。所以显而易见，撇除细节等等的问题，手机在方便性上远远超过了相机。接下来让大家看看手机与相机拍出来的成片。看了以上的成品，你会发现你很容易区分出哪一个是手机拍摄，哪一个是相机拍摄。因此，相机在拍摄质量上，无论是细节、高感、宽容度、色彩、景深等等方面，都优秀过目前市面上所有的手机。此外，相机还可以更换镜头。一个性能好的镜头不仅可以提升画质，还可以在不一样的需求和场景下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。综合前面所提到的内容，我相信大家都简单了解手机和相机之间的差异。虽然现在的手机已经可以做到接近相机的效果，加上使用手机和相机的摄影目的不同，所以现在目前手机还无法替代相机。以现在的走势，手机会比较偏向于日常摄影需求，而相机会比较偏向于进阶画面摄影需求。我觉得手机和相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各有千秋，他们在他们的用途上都发挥到了他们的长处，所以主要手机和相机之间的选择更多在于你对拍摄的需求和用途。当你要拍摄照片或者影片时，手机和相机都能实现。手机的优势在于方便，你能随时随地的拍摄。如果你对画面和审美有需求的话，相机就是你的选择。如果你对拍摄有兴趣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以及分享我的频道，我会一步一步陪伴着你，从摄影小白到专业摄影。